其实口感层次蛮好的，只是我觉得奶茶味跟可可味都没有很重。杨枝甘露的满馅里面啊，它还可以吃到果粒哦，尾韵的回甘，茶香的滑顺度，阿萨姆红茶那种红茶的风味跟韵味。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个也是超级推荐。越是那个酸做的很到位，就是这个酸的很够味，也很好吃。除非你真的对这个很有兴趣，或是你真的很喜欢韩国的东西啊，不然的话，建议就是强烈的去避雷。大家好，我是 Jesse。那我们这集的话，就要再延续上一集全家的新品的，我们要来排第二集，因为就像上集有说，梧桐号有些产品蛮重要的产品是这期才出的，所以我们上一集没办法全部帮大家拍到。那我们这集就再帮大家一一介绍全家这期的重点产品。那第一个的话是跟梧桐号联名的一个奶茶可可夹心吐司。那这个吐司的话，就是全家这种酱吐司是全家的常态款。那它这一次多出了跟梧桐号联名的这个奶茶可可夹心，也是蛮特别的，因为以往就是巧克力、花生、草莓、抹茶之类的。那第一次有出到联名的款式，因为酱吐司我比较少看到联名跟其他联名啊，它都是自己出单一口味，但它出很多口味啦，然后也蛮受欢迎的。那我们就帮大家试试看看这个酱吐司跟梧桐号联名的奶茶可可夹心，对，它里面其实是有夹心的哦，帮大家试试看看。我们刚刚吃了一整块这个梧桐号跟酱吐司联名的这个奶茶可可夹心的这个口味，其实它吐司就不多说，它吐司一样很柔软，很好吃，也是在很多的吐司评比当中算很高分的全家这个酱吐司。那这一次夹的奶茶可可夹心，我觉得味道没有很重，它里面是以有点像慕斯的形态呈现，我觉得它不是偏一般以往的那种酱体，就是一般的那种很粘稠酱，它是比较偏慕斯，比较滑顺。其实口感层次蛮好的，只是我觉得奶茶味跟可可味都没有很重，都属于比较偏淡一点，但是不是不甜哦，是可能是半糖左右，只是说它，我觉得两个味道都没有强调到很强，对，当然可能这就是奶茶可可的味道啦。但我觉得不管是茶味跟可可味，感觉应该再更重一点会比较受欢迎，但是这可能有他们全家有他们调出这个味道的原因啦。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奶茶味跟可可味比较那么不够，但整体来讲是不错的，同时有可以吃到奶茶可可，又可以吃到柔软吐司，我觉得也算是推荐，只是我个人觉得以这个品名来命名的话，稍微没有那么有特色，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二个是这个又是满馅面包了，又是全家的常态款。就像我之前有说，只要是满馅面包，其实都蛮安全的，因为我记得满馅面包都很好吃。这次出的口味是杨枝甘露满馅面包，然后它是由椰香奶霜跟果香满意芒果酱去做的，就是杨枝甘露满馅面包。它品名显示好像蛮厉害的，那我们帮大家试试看看，先给大家看看。其实它内馅啊，可以看到满满的那个奶油跟这个芒果酱，好像蛮厉害的，试试看看。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杨枝甘露满馅面包，它吃完的感想是：第一个，我觉得它很厉害是，它这一次这个杨枝甘露的满馅里面啊，它还可以吃到果粒哦。我觉得那个应该是野果或是类似像么么喳喳之类的，我觉得很厉害。第一次在满馅面包里面吃到颗粒，以往都是很厚的奶油跟酱，那面包体的话本身就很好吃，全家的满馅面包就不说了，因为它就是很厉害的一个很柔软的面包。那这一次它的话比较偏有点酸甜的感觉，它不是完全甜的，所以我觉得口感跟口味的层次，我觉得都蛮不错的。果然，全家满馅面包就比较不会让人家失望了，就是芒果味也很重，然后甜度也没有到超高，但是还是有半糖以上啊，然后又有果粒，然后面包体又很柔软，这就是全家满馅面包。这一次我觉得还是一样，跟以往满馅面包一样，表现得很好。对，我记得以往到现在只有一期，我觉得还好，那这一次一样，满馅面包很好，不仅有杨枝甘露跟芒果酱很浓厚的夏日的风味的感觉以外，那口感层次都很丰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觉得还是一样，很推荐全家的满馅面包。再的话是这一次也是跟梧桐号联名的阿萨姆奶霜风味脆皮泡芙，也是跟梧桐号联名的一个产品，也是这次的重点之一。对，那我们就也帮大家试试看看这个有阿萨姆奶霜口味的这个泡芙。吃完这个阿萨姆奶霜风味的脆皮泡芙，这个我觉得超好吃。对，刚吃完后觉得蛮好吃的。这期跟大家讲了很多，我觉得有
跟梧桐号联名的有一些茶类的，除了有一个焙茶的千层蛋糕，我觉得不错。那其他我觉得不会不难吃，但是我觉得都茶味都稍显不足。那这个来了，这个茶味我觉得很香，就跟那个焙茶的那个千层蛋糕一样。终于吃到又有一个有尾韵茶味的一个产品，它这个阿萨姆奶霜风味的泡芙，不仅它的外壳就是这个泡芙外壳又很酥脆，然后层次感又很丰富，外脆内酥，然后中间是满满的奶油馅，它的甜味没有到很高，大概就是5分到7分左右，没有到全糖死甜，然后再加上我们最喜欢的茶味来了，那个尾韵的回甘，茶香的滑顺度，阿萨姆红茶那种红茶的风味跟韵味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个也是超级推荐，就是不管是层次、口感、口味，还有跟它品名相符的这个韵味，我觉得都很推荐这个阿萨姆奶霜风味的脆皮泡芙，这个也是我觉得表现很好的一个泡芙。接下来是这一期出的一个手卷，但是它跟官网的图片跟实际比起来有一点落差，就是官网看起来很大的手卷，其实它就是短短的一根。对它的话就是银龟美乃滋脆卷，包装完以后就是这样子。我们帮大家试试看这个银龟美乃滋脆卷。这个的话，基本上吃完以后，我觉得其实它的美乃滋混合着它这个鲑鱼的味道是很好吃的。然后它其实里面的料很单纯，它就是中间夹了一个很长的小黄瓜，然后其他就是应该是鲑鱼的碎片、碎屑加美乃滋。但是我一开始以为是中间是一整条的鲑鱼，可能鲑鱼肉吧、鲑鱼片或干嘛的，但是其实不是哦。它基本上吃起来吃不太到什么肉的口感，可能都是鲑鱼打成碎屑或是非常小的纤维。所以跟你的期望会有一点落差，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是，其实它整体美乃滋搭配鲑鱼的味道是很棒、很好吃的，就整体吃起来是很好吃的。但是我一开始以为可以吃到一个完整肉的纤维或肉的弹性，但是其实没有，这个就是没有吃到有肉的感觉，比较多是美乃滋加饭的感觉，所以好吃，但是跟你期望会有落差。帮大家试试看看，大家的话就可以自己去评估说想不想要去买。接下来是粤式牛肉宽粉，这个是这一期比较早一点点，但是也是属于这一期的新品，它就是一个牛肉宽粉，给大家看一下，它打开是这样子，对，它就是一个蛮香的牛肉宽粉，牛肉片可以直接看得出来只有2片，那其他就是高丽菜呀，然后其他就是宽粉，帮大家试试看看。这个吃完这个粤式牛肉宽粉，我觉得虽然它肉很少，但是可以相较这一期 Seven 其实有出一个几乎很像的宽粉，也是那个河粉还是什么，但是那个的话，我记得我在某一集就是也是这一期的，就是最近这个月这一期，我觉得那个很像米粉汤。这个话，全家的这一次这个牛肉宽粉其实就做的真的很粤式，我觉得它有一个精华做到就是它的那个酸，粤式那个酸做的很到位，就是这个酸的很够味，也很好吃，也很提味。那它的肉片我觉得比较大的败笔是它肉片太老，然后不太好吃。但是它的面啊，它汤头的味道是很好很棒的，就是很好吃很刷嘴。但是肉有点过老，我觉得是有点过老。但是面的话很 Q 软，然后味道的那个酸味它不会辣，一点点辣，很微辣，几乎快要没有辣了啦，一点点微微的酸辣感的这个感觉，很粤式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很道地的粤式宽粉。这个比起这一期 Seven 的出的那个河粉，我反而更推荐全家的这个牛肉宽粉。接下来是这一期的另外一个冷面，现在每一期都有冷面了，对，就是番茄沙沙海鲜冷意大利面，大致上帮大家搅拌完成的。我记得全家我们上一集有试吃到一个类似蔬食冷意大利面，我觉得那个评价蛮差的。那这个的话，就帮大家试试看，至少它的可以很明显看到它有附了蛮多只虾仁，不会像上一期好像没什么料的感觉。它有看到花椰菜、虾仁都还蛮丰富的，帮大家试试看看。这个番茄冷意大利面啊，吃起来就比这一期另外一个那个冷的意大利面好吃很多。它的番茄味我觉得是很精华的地方，是它番茄味超级提味，就是在这个夏天蛮炎热的天气里面吃到这种番茄的意大利面，番茄很提味，然后面它虽然这个也是跟这期另外一个意大利面一样用细面，但是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搭配番茄的这个口味还是这个便当怎么样，我觉得它的口感比上一个那个口感还来得更好，很脆。然后番茄酱料的味道很够味，很好吃，然后虾子也很新鲜，很脆口，
不会像Seven 上次有那个什么凤梨虾球那个御饭团那个虾子很软。对，这个的话就是很脆口，很 Q。我觉得这个冷意大利面就算是这一期的这个意大利面里面算好吃，也算是最近几期我觉得冷意大利面里面，我觉得也是算比较高分的。可能也是因为最近真的太热，就是吃这种番茄面的话会比较激起你的食欲。对，所以我觉得以这个天气来讲的话，其实这个番茄冷意大利面还算蛮加分的。最后一个是蛮特别的，是一个冷冻食品，它的话是这个是韩国苹果肉桂鲷鱼烧，它是冷冻食品。但是其实大家可以到官网看一下，这个的包装其实看起来好像蛮特别、蛮有趣的。但是经过微波以后，里面就只有3小条，而且呢有这个因为微波，因为它冷冻微波比较久，所以一定会粘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我已经分不开了，所以我就这样子呈现。那另外一个的话已经分开了，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就是3小条，但是我觉得 CP 值有点低，而且微波以后跟它的这个包装的这个形状啊，会有一点落差，它就变成一坨，可能不知道什么，我还没试吃啊，那帮大家试试看看，它跟包装会有一点落差。这个呢，大家在看包装的时候，可能都会以为是像是鲷鱼烧啊，或者说鸡蛋糕那类型的感觉。但是经过微波后，就像给大家看到这个，我刚刚把那个吃掉，其实我就只觉得好像不知道在吃什么东西，有点雷。这个变得我觉得是蛮雷的一样产品，它其实出很多口味啦，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真的不适合冷冻后再微波，它就变成吃了一团。很像是不是鲷鱼烧，或是不是鸡蛋糕，或是不是红豆饼的那种口感的，就变成一坨好像炸的有点烂的面粉，然后加上可能有一点点里面酱汁混在一起，但是那个酱汁跟外层有点就好像已经没有层次的感觉，就一坨东西在那。所以呢，这个呢，我其实之前在出的时候就有想过要买，但是我一直觉得可能会预想到这个情况。那这一次没关系，直接帮大家开箱，帮大家避雷。对这个东西呢，就除非你真的对这个很有兴趣，或是你真的很喜欢韩国的东西啊，不然的话，建议就是强烈的去避雷。我是真的觉得不太好吃，蛮不好吃的。那我们这集全家的所有新品就全部介绍完了。那如果有大家对任何喜欢的话，像是5同号联名的有些，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就赶快去买，因为有点难买到。我也是跑了几间全家才看到。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